云小姐，你已确诊胃癌，需尽快手术，否则癌细胞扩散，你将时日无多。云生，你回来的正好。王阿姨呀，给你弟弟呀说了门亲事，那姑娘家要的彩礼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差20万。你这个做姐姐的，就帮你弟弟出了吧。妈，我这些年挣的钱大半都补贴家里了，还有20万。我看你就是不想给，那可是你亲弟弟呀，亲弟弟你都不帮啊，我真是白养你了。妈，不是我不想给，只是我现在生了重病，需要一大笔手术费。妈，我之前放在你那里的那些钱，我想拿回去支付手术费。不行，那笔钱是给你弟弟娶媳妇用的，你都是嫁出去的人了，要手术费，找你老公要去啊，我可没钱给你。可是我和方婷正在办理离婚。你离婚关我什么事儿啊？云生啊，我可警告你啊，不管用什么办法，尽快凑齐20万。妈，这钱我凑不出来，我也不会凑。凑不到你不会去卖肾吗？一可是我的彩礼钱不就有了？我儿子说的对，生，你呀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别浪费这钱治病了。这儿有一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议书，你就把这字儿签了，就当最后一次帮帮你弟弟啦。妈，我不会签的。这可由不得你。字都签了，我再送你一程。妈，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为什么你为了弟弟要对我这么狠心？谁是你妈？你可不是我生的，我女儿云薇可代替你正在顾家享福呢。原来我这一生悲惨凄苦都拜你所赐，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要让你们都付出代价，只为自己而活。原来我真的不是在做梦，我重生了，回到了10年前。妈，你看见我的身份证和准考证了吗？没有啊。我昨天睡觉前检查了好几遍，明明就放在文件袋里的，怎么现在找不到了呀？是吗？那你快找找。妈，那我去找老师了，老师一定会帮我找到解决办法的。不行，不能让他去找老师。云生，妈，你怎么了？我这腰，我这腰可能是伤的，快送我去医院。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你毁了我的人生。你们这2样东西，看你还怎么参加高考？要不是看你这个野种还能换掉彩礼钱的份上，我早就把你扔了。还想参加高考？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贱命！这一世，我终于参加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用再和上辈子一样没有学历、找工作的被人嫌弃。
天去哪里鬼混了？快给我去左岸咖啡馆，我给你安排了相亲。你个贱人，这么晚才回来，是想饿死我和我妈吗？方婷，我什么我啊？还不快去做饭，然后把地给拖了。现在是离婚2件期，我就使不动你的手。方婷，我生病了，要钱做手术。你还好意思要钱？你个扫把星！我们方家一脉单传，怎么就摊上你这个不卫生带老母鸡？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也好意思做女人你？不是我不能生，明明是你儿子。你个贱人，胡说什么呢？方婷，我们离婚吧，车子、房子、钱我都可以不要，手术费也不用你出。这什么生病呢？啊，说来说去，还不是想要离婚？我看就皮痒了天打。这么没离婚，这么没离婚，还离不离？你看离不离？别打死，死了我们还得花钱请个保姆。方婷，我求求你，我们离婚吧。袁绍，我告诉你，这个婚只要不行，就离不了。家暴男，这辈子我绝对不可能嫁给你，我还要让你为上辈子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你好，我是云生。你好，我是方婷。我妈说女孩子不能喝咖啡，所以帮你点了一杯白开水。于小姐，我就直奔主题了。我听说你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拿到。我呢，本科毕业，家里有2套房，在顾氏集团工作，月入2万。本来呀，像你这样的我是看不上的，不过你长得还可以，我可以勉为其难的接受你。我想云小姐也不会拒绝吧？毕竟像我条件这么好，你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呀。那这是婚前协议，家里2套房属于婚前财产，肯定不能写你名字。我的工资呢，要交给我妈保管，婚后也不会改变，每个月给你2000块钱的生活费，让你买菜做饭，1日3餐你要做好了。我会和我妈住2块，你一定要照顾好她，给她洗脚、按摩，还有3金什么的你就别要。我妈说了，这太物质的女孩啊，容易败家。婚后呢，也绝对不能和任何异性有来往。我妈这个人比较传统，不喜欢不检点的女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妈喜欢孩子，所以我们至少要生2个儿子，毕竟只有儿子才能继。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还有2个儿子，你能不能生再说吧。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这种妈宝男不配跟人结婚，干脆跟你妈过一辈子得了。你这个不孕不育男，趁早挂个男科看看吧。你别走，你妈收了我20万，你今天要不跟我回去，我就告你骗婚。谁收的彩礼，你找谁去？你敢打我，老子弄死你！你谁呀？敢对我动手？他是我男朋友，先生，帮个忙，谢谢。你少骗我，还找个人当你男朋友糊弄。你妈说你根本没交过男朋友。哥们儿，你什么身份呀？
看着一副穷山样，还敢和我争？我可告诉你，我是顾氏集团的项目经理，你得罪了我，少不了你。我什么身份你还不配知道？你若是再敢跟我的女朋友纠缠不清，我饶不了你。这个路人不光长得帅，人还怪好嘞，不仅出手相助，还配合我演戏。别说，演的还挺有几分霸总的味道。云生，我不会放过你。先生，这是你的演出费，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你人还怪好的嘞。我还有事，我就先回去了，演员再见。小姑娘还真有意思。真是活久见，我们冷冰冰的邵总被人当龙套演员后，竟然拿着200块钱笑了。刚才一定是我眼花了。去查一下那个小姑娘。好的，邵总。所以我没眼花，我们邵总该不会真的要铁树开花了吧？云生，你翅膀硬了是吧？竟敢搅黄和方家的相亲！我告诉你，彩礼我已经收了，你不嫁也得嫁。彩礼是你收的，要嫁你去嫁。你敢推我，反了你了！你再敢逼我，还敢打你，信不信？云生，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不就是让你嫁个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你去嫁呀，反正云家又不是我一个女儿。不行，云薇不能嫁人。顾氏集团的董事长马上就来认亲了，云薇可是要代替云生成为顾家千金的，怎么能嫁给方婷的主人？怎么，我能嫁人，她就不能？难道我不是你的女儿吗？怎么会呢？你当然是我女儿。那你让她去嫁呀。薇薇啊，你药准备好了吗？一颗药足以让人昏迷10个小时。生生啊，今天的事儿是妈不对，妈想过了，你要是不愿嫁就算了，我会给方家讲清楚的。来，喝了这杯牛奶啊，早点休息吧。上辈子我就是喝了这杯牛奶，然后被你们送去酒店，最后被方婷那个渣男玷污了，不得不嫁给他。这辈子你们休想故技重施。蠢货，果然好骗。确实晕了。妈，我现在就把他送给方婷，明天早上顾家来人，一定不能让他出现。顾家千金只能是我。昨天那个小丫头竟然是北城首富遗留在外的千金。莫少，你让我调查那个小姑娘有危险，她被人弄晕后送到了猥琐善心男的酒店房间。啊，快去救人！小美人，哥哥马上就让你欲仙欲死，快活自持一下！你找谁呢？你没有被下药？怎么，你很失望？那正好，请着玩，咱更急。你个贱人，竟然不让我碰你！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
姐，哥哥会好好疼爱你的。你干什么？欲仙欲死，快活似神仙。方天，重活一世，我已经刻不恐惧不怕你了。你以为我还会任你欺辱打骂吗？师兄，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好久，师兄，我们又见面了。师兄，这个贱人，她故意勾引我3块钱，被我拒绝了之后，她就打我，她要杀我。再说他一句试试。是你。我勾引你？我眼瞎吗？我放着他不勾引去勾引你？论长相，论人品能力，你哪点比得上他？你原来对我印象这么好啊？那当然了，你可是我男朋友。演戏就要演全套了。这小姑娘真飒。云生，你这个贱！不会好好说话，我不介意教教你。云生，你们放过我吧，都是我姐姐，我求你们了。都是你妈叫我这么做的，她把你提成给我，偿还我那20万，让我拖住你明天不让你回去的。算盘打得这么响，还不怕崩手？那你打算怎么做？我要让他们尝尝功亏一篑，从高处跌入地狱的滋味。赵雅、云薇，你们欠我的，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需要帮忙吗？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又想赚我的钱？看在你对我这么好的份上，我再给你一个机会。这次我出500，不当霸总男朋友，雇你当我司机。500，就想雇我当司机？你别动手动脚的，怎么买卖不成仁义在？算了，我送你回家吧。你人还怪好的来，能出。我家少总有吃瘪的一天。速查云家底细。你就是云薇？师长，这个玉佩就是我当年收养云薇时她的贴身之物。云薇啊，这么多年，爷爷终于找到你了。爷爷，这些年你吃苦了，快跟爷爷回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顾家大小姐找回来了。云生，你是真千金又如何？如今这顾家大小姐的位置是我的，荣华富贵也是我的。等薇薇回了顾家，顾老头要是不小心死了，那薇薇可就是顾氏唯一的继承人了。爷爷，我跟你回顾家。我不同意。看见我，你们是不是很惊讶？方婷没拖住这个贱人。小丫头，你是？这小丫头看着还挺亲切的。董事长，这是我女儿云生。比起乖巧听话的薇薇啊，她可让我操碎了心。在学校里啊，逃课打架，不思进取，也没参加高考，整日的跟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这不，昨晚出去一夜未归，不知道又跟哪个男人混在一起了。我就不信这样说，顾董事长还能对你有好印象。孩子叛逆是常有的事，你做家长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爷爷，我们快回去吧。我的父母为了寻我发生了意外，我想回去祭拜他们。你是个懂事的孩子，我们这就回去。生生，快回去休息吧，别在这儿胡闹。
小丫头，你还有什么事？她根本不是顾家千金。你说什么？胡说！爷爷，你要相信我，我才是你的孙女儿。董事长，我这个女儿精神不太正常，经常胡言乱语。她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的话当得真，亲子鉴定总不能说谎。做亲子鉴定，绝不允许任何人糊弄我们顾家。不用做了，我有证据证明，云生小姐才是顾家真正的千金，以及这些年云家是如何虐待云生小姐。还是我们穆总有先见之明，早就这样。这人是谁？为什么帮我？还出现的这么及时？原来我的宝贝孙女在你们云家这么多年，你们拿着当佣人对待，不仅用她换财，还顶替她的身份，甚至给她下药。你们这对母女啊，简直是可恨之极啊！我要把你们送进监狱，把牢底坐穿。完了，全完了！董事长，是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但是看在我这么多年把云生抚养长大的份上，你就放过我们吧。生生，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快替我们说说话呀！赵雅，功亏一篑的感觉好受吗？真是可惜呢，你们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原来你是故意重要，骗我们的。是啊，看来你还不算太蠢。云生啊，就算你被顾家认回去又如何？就你这连高考都没参加的废物，哼，早晚也会被顾家人嫌弃的。我顾家千金没参加高考怎么了？我有的是钱，足够他挥霍一辈子的。来人，把他两个带下去。不要！放开我！我才是顾家千金！放开我！放过我们！生生啊，爷爷对不住你，差点把你认错了。以后啊，爷爷好好的补偿你。等回到顾家，爷爷为你大摆宴席，让所有人知道你是顾家的掌上明珠。感谢诸位出席我们顾家举办的认亲会。今天我隆重的介绍一个人，她是我走失多年的孙女，顾家大小姐顾云生。顾老，顾大小姐还没男朋友吧？我有个侄子，年龄和顾大小姐相仿，您看是不是给他们晚辈介绍介绍，认识认识？顾老，我也有个儿子，要不你们知道这顾大小姐是什么样的人吗？都别急着奉承。周总，您这什么意思？听说这顾大小姐是在乡下长大，不学无术，在学校逃课打架，连高考都不参加，在社会上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小混混在一起，人品呀是极为恶劣啊。怎么好看的人还不是被草包一个？我听说申韵小姐高考不分有700多呢。申韵小姐真厉害，我家那小子也是今年高考，我要去他那沾点喜气。顾诗韵虽然是顾家养女，这真千金给诗韵小姐提鞋都不配。给我闭嘴！我顾景言的孙女也是你们能议论的？生生，学习不好没事儿，咱顾家有的是钱，爷爷送你去国外留学。上一世我没能参加高考，早就将历年高考题熟背于心，本想复读，却被方婷锁在了家里。这辈子我已经改变命运轨迹了，分数一定不会低。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快看新闻，全国状元揭晓了。今日，
全国高考状元录取通知书将由我市教育局局长亲自他们的颁发方向好像是冲着顾家来的。他们一定是冲着申韵小姐来的。云生，你是顾家真千金又如何？还不是要给我当垫脚石？姐姐，你也别失望，你要是复读的话，我可以帮你复习的。不必了。申韵小姐真是人美心善，真千金还不愿意领情呢，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快看，教育局局长给高考状元送录取通知书了。吴局长，请问你是来送录取通知书的吗？对，我呀是来给咱们全国的高考状元啊送通知书的。吴局长，请把通知书给我吧。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顾诗韵。你叫顾诗韵？我还以为高考状元是你呢，这么着急要通知书。咱们今年的全国高考状元啊是云生，目前唯一一个全科满分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是全国状元？你在质疑我？吴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姐姐云生她连高考都没有参加过，她怎么可能会是全国状元？我已经打听并确认过了，云生根本没有参加高考。等会儿你们发现搞错了人，我看云生还有什么脸面站在这里。我就说嘛，肯定是搞错了。连高考都没参加，竟然被当作全国状元，他也不害臊。我看云生估计就是个草包。谁说他没有参加高考？你们是躲在他桌子底下看到他缺考了吗？竟然敢如此污蔑全国状元！哼！再说了，如果我要老眼昏花到这个地步，这个教育局长我不当也罢。他竟然真的是全国状元！云家人竟敢骗我！云生同学，你可是打破了咱北城的记录啊，第一个全科满分的学生啊！谢谢局长。这一世，我终于参加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用再和上辈子一样，没有学历，找工作都被人嫌弃。你不愧是我顾几年的孙女，这下看有些人怎么还说三道四。顾大小姐竟是全国状元，而且还是全科满分，简直是太厉害了。刚才谁说人家草包来着？打脸了吧？刚刚顾诗韵还伸手去接通知书，我要是顾诗韵，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云生，你这个贱，明知道是自己的通知书，却故意看我当众出丑，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小姑娘竟然是全国状元，我说你怎么突发奇想跑来北城参加首富顾家的认亲宴了？原来是看上人家小姑娘了。顾家千金，全国状元，你小子倒是慧眼识珠啊！小姑娘这么优秀，你可得主动点，别让其他人抢先。两位你好，请出示一下请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就敢瞒我？我可是你们顾家大小姐顾云生的未婚夫。得罪了我，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在顾家分分钟待不下去？还真被我说中了，小姑娘的未婚夫都找上门了。未婚夫，他也配？生生，我是方婷的妈妈，你未来婆婆。把衣服洗了。婆婆，我还没吃饭。吃什么吃？孩子都生不出来，吃饭也是浪费粮食。给我把衣服洗了，然后打盆水给我泡泡脚。还愣着干嘛？我可是你婆婆，你伺候我是天经地义的。你现在不干，就等着挨我儿子打吧。生生，你认识他们吗？要不要让爷爷叫人把他们赶出去？爷爷，你放心，这件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风婷、孙香莲，我还没去找你们，你们倒是找上门来了。没想到余生竟然是守护顾家的千金，要是能娶到她，顾家可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个未婚夫？生生，我们家可是彩礼钱都给了，你可不能不承认呀。生生，你现在是千金大小姐了，你看不上我，我不怪你，真的。但是你怎么能够否认我们的婚事呢？被寻回的豪门富家千金，抛弃昔日的未婚夫，你这嫌贫爱富也真是玩明白了。周总，你这话说的越快越笃定，打的脸可是会又快又疼哦。这就试试吧。云生，你这乡下来的草包，还竟敢阻止我打你！周总，你也说了，我乡下来的天生脾气暴，不好惹，发起疯来打你个没轻重，还要周总多担待啊。生生啊，你是不是不打算履行婚约了？我们家可是给了你20万彩礼呀，你可不能不认呀。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这桩婚事。至于婚礼钱，谁要的，你们找谁去。哎呦，打人了，打人了！大家快看看啊！顾家大小姐竟然这样对我这个老人，真是没有天理了！有钱人就能这样欺负人吗？必须赔钱！你们打我妈，必须赔偿。还有，你要是退婚，就把彩礼钱一起退。你们顾家这么有钱，我要500万。别说500万，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那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各位，这位顾家大小姐说话不算话，私生活混乱不检点，为了金钱不惜出卖身体，和不少人关系暧昧，不清不楚。当初也是他为了彩礼钱勾引我，现在他又不承认了。这种话没有证据，不能乱说。你们要是不信，我这里可是有他和别人在一起的床照。云生，既然你不答应我的要求，那我就毁了你。哟，以前的顾大小姐的生活可真是丰富多彩呢。一个乡下土包子也配跟我争？云生，就算你是高考状元又如何？我一样能让你身败名裂。姐姐，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要传了出去，以后谁还愿意娶你？我娶。你是谁？这里可是顾家的宴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既然是云生认识的人，想必身份也上不得台面。来人，请他出去。住手！他是我未婚夫。你不介意这些照片？一些 P 过的假照片吧。怎么，顾尔小姐连这个看不出来？什么 P 的？照片里的人就是云生，他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是你啊，我认出来，他就是云生在北城那个老相好的，怪不得你这么维护他。看来云生的滋味确实不错呀，让你这么过活啊！看来上次的教训你还是记不住。我要报警，我要告你蓄意伤人。巧了，我也要报警。这些照片是真是假，我相信警察会给我一个答案。再加上在北城你和赵雅母女合谋一事，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他真有我和赵雅母女给他下药的证据？字面意思，我不光保留了牛奶杯子上的指纹，
还有你和赵养母女的通话录音啊。他拿到这些证据，提供给警察，那我岂不是要把老底坐穿了？把我儿子证据交出来！小谢，哎，你给我！谢谢。对未婚夫还这么客气啊？他还挺入戏。省长，我错了，我是被人骗了，被人迷惑了。省长，哎呦，我错了，我是被怂恿的，我是被云家母女怂恿的，他们不还我钱，说可以用你来抵债，我也是被人骗了的呀。那这些照片呢？这照片，我是被鬼迷心窍了。我听说你是顾家千金，所以我才找人 P 了这些照片威胁你的。省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就饶过我这一次，最后一次，行不行？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就原谅我们吧。原谅我们吧。方婷这个废物，云生，你给我等着，我绝不会让你踩在我的头上。将他们带下去，交给警察。等一下，我可是顾氏的员工，我要是坐牢了，你们顾氏也会受到影响的。等一下，大集团最爱惜名声，哼，肯定不会眼看着底下的员工被带走坐牢的。从今天起，你被解雇了。凭什么？我工作中又没有犯错。凭我是顾家大小姐，凭我们顾氏集团不需要你这种品行不端的员工。你儿子，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放下！姐姐，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姐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没有为你说话而生气啊？我只是一时震惊，不知该说些什么，又怕说错话帮倒忙。怎么会呢？要不是你，我也不知道我的未婚夫能这么在意我。我还要谢谢你呢。这小姑娘还挺会气人。不知道你的分数出了没有？到时候如果有不会的，欢迎你随时来问我。毕竟啊，我满分，所有题都可以教你。谢谢姐姐，那我先去帮忙招待宾客。顾时韵，既然你想玩姐妹情深，那我就陪你玩玩。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该松开了吧？他是你的未婚夫。顾董事长，你和生生真的订婚了？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刚才那脚踢得真好。但话又说回来了，虽然我对你很满意，但我家生生啊是顾家的千金，你想娶她可没这么容易啊。爷爷，你说这么多，别把她给吓到了。我带她出去走走啊。我想起来了，是他，南城牧师总裁，生生怎么会和他扯上了关系？刚刚谢谢你为我出头。你就不怕我跟方婷一样，都是对你另有所图？那你倒是说说你图什么，我看看能不能让你周偿所愿。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都没有来得及跟你道贺呢。全国状元，这是什么？跟我们的全国状元道贺，打开看看。谢谢啊。哎，好漂亮，我很喜欢。我来吧，还挺好看。大小姐，
外面有2人自称是您的爸爸和弟弟，他们说要见您。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林丽远、云安，你们又见面。哎呦，生生姐，原来你是顾家的千金啊！你看，这个顾家可是北城首富，没想到我和顾家还成为了亲戚。从小我就觉得生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既聪明又有气质。先生坐下，去，打水给老子泡脚。嘿，你个贱坯子，你想套老子？昨天你是睡不着我，还敢顶嘴你！都是你这个混血东西，害得老子手气不好，输了那么多钱啊！生生，你妈和云薇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是他们犯了错误，就该受到惩罚。不过这事儿我和你弟弟一点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我肯定不能同意我。生生，最近我手头有点紧，你弟弟呢又想做点生意，你看你现在是首富豪门千金，你给我们一点钱。这里面有20万。哎呀，你看看，我就说生生懂事，知道孝敬父母。谢谢。那我们走了啊，生生啊，再联系啊。让人盯着的人员，他是个横性，能帮我拦着他就拦一下。哎，云生，你稍等一下，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好的，老师。云生啊，你成绩优异，而且专业知识特别扎实，但是现在一些理论性的知识我现在教不了你。我已经跟学校商量过了，让你提前参加毕业答辩，答辩以后你就可以回家，但是绝对不能松懈。学校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半年以后会启动，我给你留了一个名额。谢谢老师。生生啊，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反正是顾家的继承人，不如啊，爷爷安排你进公司，也好早一点熟悉公司的业务。爷爷，我刚毕业，就算以继承人的身份进了公司，很多地方也没有什么经验。顾氏啊，在南城那边也有分公司，那边没有人认识我，我打算过去先从基层做起，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生生，你是我的亲孙女，又是顾家未来的继承人，你何必去吃那苦呢？爷爷，正因为我是顾氏继承人，所以才更应该了解公司。无论将来是否接手顾氏，都至少有能力能够撑起顾氏，而不是空有继承人的身份。行，我说不过你。爷爷，那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啦。我已经拿到了南城分部安澜公司的录用通知，明天就去办理入职。好，去吧，反正你的未婚夫啊也在南城。哎呀，爷爷，我跟他是演戏的。哦，我觉得他挺不错了。如果你2个人在一起的话，指不定啊，我还能早一日抱上曾孙呢。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找回来了我的亲孙女，不能让她在南城受欺负。我得给安澜公司的负责人打个招呼。喂，二小姐，我刚刚听到大小姐跟董事长说，她打算隐瞒身份到南城分部安澜公司去实习。穆总，顾大小姐前2天从学校提前毕业，并隐瞒身份来了南城，在顾氏旗下安澜公司实习。是他会做的事情。我记得穆氏和安澜有生意合作，你去打个招呼，以后如果云生过来，让他直接来办公室找我。是。我跟你们说，我刚刚路过经理办公室，听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
今天要来报道的实习生啊，是总部董事长的孙女。总部董事长的孙女，那岂不是北城首富的千金，顾氏的继承人？对对对，如果我们能和首富千金打好交道，以后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没错。你们好，我是今天新来的实习生，我叫云生。嗨，你好，云生，这是你的位置，谢谢。你好，我叫冯晓，你以后喊我小小就行。好，珊珊，渴了吧？先喝水。谢谢。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们就行。公司的事儿先不着急。对对对，我们都可以帮你。大公司的人都这么热情吗？还是爷爷打过招呼了？我是前来报道的实习生顾诗韵。不是说一个实习生吗？怎么又来了一个？而且他姓顾，和董事长一个姓氏。这个顾诗韵，无论是背的包包还是穿的衣服，看上去都价值不菲。我看她才是顾家千金。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小礼物，以后都是同事，请多多关照。这怎么好意思呢？谢谢，谢谢，这是哇塞，是玫瑰公爵，这一款我想要很久了。谢谢诗韵，对，谢谢诗韵。顾诗韵怎么会这么巧也来这家公司实习？算了，还是先工作吧。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快去，将办公室打扫一遍。真是晦气，我刚才还给他献半天殷勤。捡起来，我就不捡，你又能如何？医生，你想在这个公司立足，我偏不让你如愿。我要让你彻底身败名裂，失去顾氏集团的继承权。这还差不多。你干什么？我呀，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一个新来的实习生，一副穷酸样，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叫板？哎，老员工欺负新员工，不好意思，我不吃这一套。大家都一个办公室的，何必闹得这么难看？这不过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实习生，以后工作中还怕教训不了他。什么？实习季如果搞砸和莫氏集团的项目，是要被开除的吗？爷爷，我会注意的，一定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原来顾诗韵真是顾氏集团总裁的孙女。如果我让云生接了这个项目，我既可以拍顾诗韵的马屁，又能赶走云生这个贱人，简直一举两得。蠢货，果然是蠢货，稍微演戏就上当。这个项目现在交给你负责了，公司非常看重和穆氏的合作，你要是搞砸了，就趁早给我滚蛋。那我要是谈成了呢？谈成就凭你，只怕你连穆氏的门都进不去吧？哼！一天之内，你要是谈成了，我当场下跪承认我是贱人；要没谈成，你就给我下跪裸奔一圈，并滚出公司。好，一言为定。那个项目半年了都没人接下来，一天时间云生竟然敢接，还真是自不量力呀！我看云生输定了，指不定连牧师的门都进不去呢。到时候别被轰出去了，然后再哭着回来。你们啊，就等着看他给我下跪吧。云生，我要让爷爷知道，我才是继承顾氏的最佳人选。你好，我是安澜公司的员工云生，预约过，今天过来和莫氏谈合作。云生，上次陆助理说的就是面前这人吧？云小姐，请。合作事宜您可以直接去总裁办公室和他谈。谢谢。请进。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好久不见。是你？你是穆氏总裁？怎么？我像吗？
穆氏集团总裁穆时旭。现在为大家插播一条新闻：12点10分，穆氏集团总裁穆时旭乘坐的私人飞机于长河山上方意外坠毁，飞机上人员无一幸免，具体坠机原因有待警方后续调查。原来上辈子穆时旭这么年轻就因为坠机去世了。你为什么看着我发呆？太意外了。抱歉，我之前没有跟你坦诚我的身份。穆时旭，既然这一世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那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你是代表安澜来和穆氏谈合作的，这个策划案是你准备的，做得不错。稍微坐一会儿，我让人准备合同送上来。穆总，合同已经准备好了。是你，我在人家见过你，当时就是你帮我证明身份的，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或许我真正该谢的人是穆时旭。云小姐，是穆总猜到你会被云家母女为难，特意让我上去帮你的。原来那次也是你在暗中帮我，我们穆总果然是人帅心善呢。不会夸就不要硬夸，为什么老是给我发好看？说吧，帮了你这么多次，这次又给你这么大一单，你打算怎么谢我？你晚上有空吗？下班我请你吃饭吧。好，晚上下班我接你。我现在还有事，那我先回公司了。晚上见。离上辈子穆时旭坠机还有1个月的时间，我到时候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哟，我们实习生这么快就谈好项目？我看他是连穆氏集团的门都没有进去吧？看来有人要下跪了。你们就这么肯定下跪的人一定是我？这个项目以前是小小负责的，小小这么多年为公司砍下了多少合作项目，穆氏集团的合作连他都没有谈下来，你一个实习生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搞定了，你觉得可能吗？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云生，你可别嘴硬了，你现在求求我，我说不定会大发慈悲，就不让你裸奔了，顶多让你下跪道道歉。冯晓，你也太善良了吧！当初你跟云生定下赌约，可是咱们全办公室的人都作证的。现在云生想抵赖，我们也不认啊。谁说我没拿下合同的？冯晓，该是你兑现赌注的时候了，跪下叫奶奶吧。凭你能和穆氏签下合同，该不会是找了份假合同来糊弄？你真的和穆氏签下了合同？这怎么可能？早知道这个项目这么容易就签下来，我又何必推给云生？那个贱人，真是贱人！赌注的事必须糊弄过去。云生，你这次表现不错哦，我会跟上面反映，给你项目奖金的。然后我们下班了，一起出去庆祝一下。好，正好欢迎石韵和医生入职。至于这奖金，云生能拿多少，到时候还不是我说了算。既然这样，那大家先工作吧，先工作。等一下，你们是不是忘记了赌注这回事啊？云生，你这么较真做什么？大家开个玩笑而已。刚才让我下跪的时候，你们可没觉得这是开玩笑。
履行赌注，跪吧。这个云生还真是油盐不进。云生，以后大家还要朝夕相处，让他下跪确实不太好，要不让小小给你道个歉吧。当初立下赌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呢？还是你们赌定了我会输，等着看我下跪啊？你误会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怕我误会就闭好嘴，别说话。你怎么这样跟诗韵说话？你知道他是谁吗？小小，我告诉你，他可是顾氏集团千金，顾氏未来继承人。冯小也没说错，我本来就也是顾氏千金，如果不是云生的出现，我会是顾家唯一的千金，并且继承顾氏集团。对呀，这个合作谈这么久都没谈拢，诗韵一入职，连个小小的实习生都能将项目拿下。我看啊，穆总肯定是看在我们诗韵的面子上。听说穆氏总裁年轻有为，诗韵，你这么优秀，肯定是看上你了。你们别胡说，我和他就只见过2次面而已。就让这些蠢货以为是我的功劳好了，而且也只有穆时旭那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我。你认识穆时旭？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妨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看看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你的功劳。诗韵，你就给穆总打个电话，好让云生啊死了这条心。他事务繁忙，这种小事还是别打扰他了。冯晓这个蠢货，我又不认识穆氏总裁，怎么会有他的电话号码？要不这样吧，今天我请大家去华庭轩吃饭吧，就当替小小和医生花干各位玉帛。华庭轩，那可是南城最高档的酒店呢，听说吃顿饭人均1万左右呢。诗韵，你家也太有钱了吧？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他难道还会拒绝不成？你不怎么样，吃饭就不必了，让他给我下跪道歉就行。云生，你别太过分！你难道真的以为这次是靠自己的能力？你不过是捡了个便宜罢了，哪来的脸让我下跪？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履行赌注了？我就是不跪，你又能怎么样？看，这不就跪了？不过赌注还差了点儿，是你自己说，还是我想办法让你说？你做梦！穆总的助理怎么来了？诗韵，肯定是穆总吩咐他来找你谈那个合作项目的，你一定让他给我做主，我要让云生给我下跪磕头。对呀，肯定是穆总吩咐的。真羡慕诗韵，长得漂亮，家世好，还有穆总这样优秀的追求者。难道他们的猜测是真的？穆总的助理真的是来找我的？陆助理，不知找我有什么事？你是谁？陆助理好像不认识诗韵啊。刚刚诗韵没有否认我，我还以为他跟穆总关系很熟呢，结果连助理都不认识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助理本来就是来找云生的呀？郭小姐，这是上次谈合作你落下的钢笔，穆总啊让我给你送过来。至于这个蛋糕，穆总说庆祝穆氏和顾氏合作谈成。谢谢，也替我谢谢穆总。陆助理，他可不姓顾，我们这里姓顾的只有诗韵一人，你别被云生这个贱人给骗了。他不仅抢人功劳，刚刚还强迫我给他下跪。看来刚刚的教训还没够啊。也是，毕竟赌注还没履行完呢。陆助理，你看云生他多猖狂啊！还有赌约，那既然输了就得认，否则连这点诚信都没有的话，以后谁还敢将项目交给你负责？我是贱人。云生，今天的屈辱，我一定要让你百倍偿还。不过，穆总送你的花。
我的好姐姐，我正愁没有将你赶出公司的法律。没想到云生看着挺清纯的，结果背地里被人包养傍大款。我就说他怎么能拿下那个奖？原来是用身体换的。他怎么这么不要脸？那男的年龄看上都很大了。应该不会吧？我看他手上的手链价格不菲，家境应该是不错的。哎呀，诗韵，你别太单纯，那条手链是包养他的人送他的呗。顾云生，我以后看你还能不能在公司待下去。走吧，我请你们吃饭。我还没去过华天轩呢，正好长长见识。云生，他怎么在这儿？哟，这不是我们刚签下大项目的实习生吗？怎么不进去？啊，我忘了，这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跟我们诗韵一样家世显赫。冯晓，你要是有病，就趁早去治，别跟条疯狗似的，一天逮着人就咬。云生，你在得意什么？看你这样子是被金主给抛弃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两个？我看你也不挑。你这不懂，看来你还有经验呢。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别以为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没人知道。我告诉你，公司可容不下你这种靠身体。让人将他们赶出华庭轩。另外，将华庭轩转到山上一家。是。像你这种靠身体上位的人，我见多了。为了金钱和利益，什么都能出卖，也不知道被多少人。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云生，你个贱人，你敢打我！冯晓，你别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教一遍要是没教会，我不介意多教几遍。你们是瞎子吗？没看见这里有人动手，还不快将他给我赶出去！我可是来这里吃饭的。至于他一个被金主抛弃的，你觉得他有钱在这里消费？我告诉你，我朋友可是北城顾家千金，你要是敢得罪我们，小心你的工作都保不住。让人撵出去！云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云生，你听到了吧？经理要将你赶出去的。谁说要把他赶出去呢？我是要把你们这群人赶出去。经理，你搞错了吧？该被赶出去的人不是他吗？把他赶出去？云生小姐可是我们华庭轩的老板。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搞错了？就是，云生一个无权无势的实习生，怎么可能是华庭轩的老板？白纸黑字，华庭轩已经转到了云生小姐的名下，在这儿欺负她，赶出去都是轻的。以后你们这些人再也不得踏入华庭轩。在南城会这般帮我的，也就只有穆时旭了。这云生到底是什么来着？我看也就是他某位金主一时兴起，转到他们家里，保不齐兴致过了就拿回来。也是，将他们轰出去！你敢？我可是北城顾家人。赵董，救我！发生什么事了？赵董，他打了我2个耳光。华庭轩的经理为了维护他，还要将我们赶出去。赵董，只要你能替我教训教训那个贱人，晚上我就过去陪你。你这么说定了。小小是我的朋友，周经理，你们这样对付他，不大好吧？这样吧，你让他给小小磕头道歉，那这个事儿呢，我就不再追究了。不想磕头也行啊，那晚上有机会，咱们亲近的聊聊。等晚上做什么？现在我们就可以亲近的聊聊。哦，
那你既然这样，那我就周董，你没事吧？够亲近吗？不够，我还有更亲近的。太酷了！不愧是穆总看上的女人，好飒爽！臭婊子，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周经理，咱做人总得识相点。是的，今天就要教训他。你要是再护着他，我让你在这南城待不下去。赵总好大的口气，真是不知道在这南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来啦！抱歉，我来晚了。这不是云生的那个穷鬼未婚夫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原来是和云生这个贱人一伙。喂，你什么身份？敢这样跟我们赵董说话？信不信赵董一句话就让你在南城混不下去？赵董，你说是吧？你这贱女人，都是你的事儿！你想害死老子？你知道他是谁吧？他是穆氏集团的总裁啊！穆氏集团总裁，他竟然是穆氏总裁。陆诗韵连穆总都不认识，听着这个笑话，肯定是云生拿下来的。啊，诗韵之前还说这个项目是他拿下的，打脸了吧？就是。云生，凭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顾氏千金是你，全国状元是你，凭什么连穆氏总裁都和你关系匪浅？你刚刚骂了我的未婚妻，穆总，骂错了，算我嘴贱，对不对？我给你道歉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穆总未婚妻，我知道你是他未婚妻，我绝对不敢对你不敬啊！取消和赵氏集团的一切合作。哎呀，完了！我得罪了穆总，我的南城。饿了吧？我们先去吃饭，这里的事情交给绿泽处理。穆总，云生和其他人有不正当的走，我们有人亲眼看见他上了一个老男人的车，你难道不介意？我让我的专属司机去接我的未婚妻，怎么？你有意见？云生，你疯了！穆诗韵，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你多少手笔，我劝你最好消停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云生，我绝不会让你一直这么如意。华庭轩，是你看到我被欺负转到我名下的吧？什么？我都看到我们的通话记录了，而且除了你，也没有人会做这么冤大头的事儿。给自己的未婚妻花钱，怎么能是冤大头呢？我们又不是真的。只要你愿意，也可以是真的。啊？刚才已经教训过他们了，而且华庭轩太贵重了，还是还给你吧。暂且当做聘礼的一部分。你不是开玩笑的吗？生生，我永远不会拿这件事情开玩笑。以前不说是因为你年纪还小，现在我觉得时间合适了，毕竟也到了可以领证的年纪。现在吗？也没说是现在呀，只是觉得现在很合适。万一你答应了我，现在去领，也不是不可以。你倒是想得美。云生，我只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啊，穆时旭是认真的，他不会是要亲我吧？其实他长得这么好看，性格好，人品好，对我也好，我好像也不亏吧。到了。
你刚刚就是为了给我系安全带？那你以为是什么？生生，你是不是答应我了？没答应，以后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生生，你是不是也有点喜欢我？答应你也可以，不过你得满足我3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个，3个月内不得乘坐任何私人飞机，无论何时都要注意安全。为什么提这个条件？哎呀，你就说答不答应？可以，我以后的行程都可以给你报备。那另外2个条件呢？第二，跟我在一起后不许家暴，不许出轨。生生，我跟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出现家暴和出轨的情况。那另外1个条件呢？还没想好，以后想好了再说吧。打个标记，男朋友，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先回去了，那你路上开车注意安全。生生，我争取早日把你娶回家。笑笑，你觉得云生这个人怎么样？那个贱人，自从入职他就处处和我作对，扇我耳光，逼我下跪。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他，我就不姓冯。我有一个可以让他滚出公司的办法。是一，他竟敢当众扇我耳光，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你说云生要是泄露公司机密，他一个实习生会有什么下场？是谁吃里扒外的将公司这份报价数据给我泄露出去了？知不知道给公司损失了多少？不是我啊，这个项目我就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不是我，我们一直在接触的是别的项目。好，都不承认是吧？那整个部门给我都赶紧滚蛋！经理，那个项目当时是交给了云生，后面也一直都是他在负责。这个项目确实是我负责的，但是我没有泄露报价数据，而且这个项目是由冯小递交上去的。你什么意思？是在说泄露数据的人是我吗？云生，我们可都知道你和穆氏总裁纠缠不清，谁知道是不是你为了讨好他出卖公司？云生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我要是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最好不过。之前这个项目是你在负责是吧？是我。好，泄露公司机密数据，这样的人啊，公司不再留任。那你收拾收拾东西，引咎辞职吧。事情真相都不需要查明，就直接认定是我泄露的。哼，你用什么语气跟我说话呢？我是你领导，我说是，那就是。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实习生，还敢在这质问我？你信不信？我让你以后在这个行业里边混不下去。云生，我看你还是赶紧收拾下东西，滚出公司吧。我们这里可不需要你这样的人。那我要是不走呢？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想对谁不客气啊？爷爷怎么会来南城？他要是知道这一切是我做的怎么办？别说，小老头还挺有气势。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我来视察工作。方才听到你们在争论什么？哦，那个董事长，我们刚来不久的实习生云生，他将公司的数据泄露给了穆氏，导致我们损失了好几个亿，我们正让他以就辞职呢。云生，这种事情捅到了董事长这里，肯定没你好果子吃。您放心，董事长，你像这种公司的蛀虫，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你教训云生啊？我连半句都舍不得说的人，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他？不是，董事长，啥意思啊？爷爷，云生是我孙女，顾氏千金，顾氏集团的继承人。云生才是顾家千金啊？怎么可能？云生如果是顾家千金，那诗韵呢？诗韵，你快来解释一下，你不是顾家千金吗？诗韵，你怎么在这里？你不应该在学校吗？爷爷，我也来公司实习。刚刚泄露数据的事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数据提交之后被人故意泄露，高经理和冯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罪名安到我头上。如果我不认下，就让我在这个行业无从立足。大小姐，是我错，我刚才太心急了，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向你道歉。不过您放心啊，我一定找到证据，把那个人给揪出来。不用了，我知道是谁。小小，你觉得云生这个人怎么样？那个劲，自从入职就处处和我作对，扇我耳光，逼我下跪。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他，我就不姓冯。我有一个可以让他滚出公司的办法。是他竟敢当众扇我耳光，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你说，云生要是泄露公司机密，他一个实习生会是怎样的下场？诗韵，我收养你这么多年，视入己出。你姐姐回来了，我们顾家没有半点可待，你为什么要算计生生？原来顾世韵只是顾家养女啊！哼，笑死！她还在真千金面前承认自己的大小姐身份，也不心虚。花着顾家的钱来对付顾家的女儿，忘恩负义，真是被他玩明白了。这种人就是该被扫地出门。爷爷，是我错了，我只是一时激动，云生才会做错的事，我再也不会这样。云生，虽然我是你养的，但我从小在顾家长大，对我来说，顾家就是我的家。我求你不要把我赶出顾家，好不好？只要你能出去打我们，我都可以。云生，生生，诗韵以前挺乖巧的，可能一时想差了，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是无所谓啊，但是他的行为已经危害到了公司，如果不稍加惩罚，恐怕难以服众。我的好妹妹，原谅可不代表就没有惩罚。云生，诗韵，你这次实习期间犯有重大错误，实习期不许通过。是。云生，我绝不会让你得意太久。另外啊，将他们逐出公司啊，全行业通报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看谁还敢录用他们啊！董事长，我错了，董事长，董事长，你得给我个机会，董事长。诗韵，诗韵，你快帮我说句话呀！我都是按你的吩咐去做的。诗韵，诗韵，你帮帮我，诗韵，放开我，放开我！好你个顾世韵，我要让你全家得到报应。生生，不随爷爷一起回北城？爷爷，我这里还有点事儿，我处理完了就回去。行，有事儿给爷爷打电话，别让别人欺负了你啊。爷爷，你放心吧，谁能欺负得了我呀？余生，如果你不出现，这一切都是我的。你为什么要回到顾家？如果没有你，我还会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顾大小姐，而不是被赶出公司的假千金。
喂，是云安吗？你大概还不知道，你姐姐云生来了南城。你们要做什么？那是我的东西！哎，别丢，别丢啊！我的衣服，我的包包。哎呦，没有天理啊！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我家，把我们家的东西都给扔出来。你丈夫欠我500万，已经把你家房子抵押给我了，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这个天杀的赌鬼，赌了10几年，把我全部的积蓄都赌进去了，还把我房子也赌进去了，这让我下半年怎么活呀？哎，妈，不是还有云生吗？我们云家好歹养了他这么多年。云生上次不惜把我们送进监狱，他怎么会给我们钱？他要是不给钱，我们就宣扬他忘恩负义，不顾云家的养育之恩。有钱人最爱面子，我就不信他不给钱。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养了他这么多年，就算1年100万，他也得给我们2000万。云生，如果当初不是你阻挠顾家前来认亲，如今我才是高高在上的顾家大小姐，又怎会落到这步田地？我给你求求你了，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会凑齐这个钱的。我还有一个女儿，她是北城首富千金，你蒙谁呢？首富千金会和你们这样的人有关系？也不看看几斤几两，敢胡乱在这里攀扯亲戚？真的，我是她养母。你俩东西都扔出去！哎，要是拿不出来剩下的钱，就把她丈夫和儿子腿打断。快，给你弟打电话，让他别回来。哎，姐姐，原来你也在南城啊！正好，我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我想要1000万。没有。哎，姐，你是首富顾家千金，1000万对你来说不过是9牛1毛，你怎么会没有呢？我和爸欠了赌债，如果拿不出钱，那些人就会打断我的腿。姐，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可以吗？凑不到你不会去卖肾吗？一个肾，我的彩礼钱不就有了？帮你打断你的一条腿，还是另一条腿？姐，你一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吧？我可是你唯一的弟弟。云安，你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姐姐？在你们看来，我不过是你们免费使唤的奴役罢了。别说是1000万，就算是1分1毫，我都不会给你。我就说他不会帮你的，怎么样？要不要跟我合作？跟你合作，我能得到什么？我替你还清那些赌债，再给你1000万，如何？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要云生消失在这个世上。云生，这都是你自找的，谁让你不愿意给我1000万的？既然不想愿意救我的命，那我只好拿你的命来换钱了。云生，去死吧！省长小心！穆世勋，穆世勋，你别睡！穆世勋，你醒醒！喂，这里是120吗？有人出车祸了。生生，没事。你怎么这么傻呀？你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吗？只要是为了你，就都值得。而且我说过，余生都会保护你。穆世勋，不会有事的，一定不能有事。
穆时旭，你这个傻子！医生，他怎么样？抢救很及时，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那就好。不是血，不要死，你太活着。生生，你也是在意我的，是不是？你醒了？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去叫医生。穆时旭，我在意你，很在意你。穆总，凶手已经查到了，是谁？云安。顾小姐，你打算怎么处理？报警，把证据交给警察。原来那个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我亲自动手了。林生，顾家和穆时旭总不能都是你的。穆氏总裁夫人这个位置，我锁定了。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这个是穆少房间的房卡，这个是独家研制的香薰，据说只对男人有效，而且催情效果极棒，一定会让顾小姐得偿所愿。你什么意思？这可是穆少房间的房卡，我帮你这么大的忙，要是被发现了，我工作可就不保了。这里面也有500万，够了吗？够。祝顾小姐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顾时远，你怎么在这儿？穆时旭，我喜欢你，你放弃云生和我在一起好不好？滚出去！穆时旭，云生那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有什么好？我哪点不如那个贱人？你也配和生生相提并论？顾时远，你做了什么？我不过是给你下了一点药而已。等生米煮成熟饭，墨已成舟，我就不信你还能不娶我。顾时远，你敢！事已至此，我有什么不敢的？你说，云生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会怎么样？顾时远，我不会放过你。别挣扎了，这个药效很强，没有解药。喂，爷爷，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生生，你没事吧？爷爷，发生什么事儿了？诗韵偷偷的离开了学校，我一查发现他有好几笔大额支出，担心他对你做出什么不利的事。爷爷，你放心，我没事儿，我马上就让人去调查顾诗韵的下落。师傅，安定酒店，麻烦快点。好的。大小姐，顾诗韵现在在南城，她让人调查穆总的行凶路线，还让人准备了催情血香。顾诗韵，你最好别惹我。所以我还是来晚了。我现在要是过去，穆时旭肯定也很难堪，还不如等。生生，
你要是再不来帮我，我就真的熬不住了。陆时旭，你怎么样？你没事吧？不太好。我送你去医院。顾诗韵她太卑鄙了！现在给我下药，给我打晕了。盛盛，你离我远一点，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可以帮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醒了？穆时旭，那我岂不是跟他？昨晚霸王硬上弓，不是很主动了？别提了，当事人已经再悔了。我那不是昨天晚上怕你憋太久出问题吗？衣服给你放这儿了。我昨天那么主动，不会吓到他了吧？早知道就矜持点好了。可我当时也是心急救他，好丢脸。很好看。啊，顾诗韵呢？我要去看看她。顾诗韵，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要再来招惹我？我告诉你，我一向不喜欢麻烦，但也不怕麻烦，有麻烦解决就是了。医生，你要做什么？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把我怎么样，爷爷不会放过你的。好啊，那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爷爷来处理。诗韵，我以为上次一事你能知错悔改，没想到你执迷不悟。顾家哪有这样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爷爷，爷爷，你这话什么意思？以后啊，你别喊我爷爷，也别说你是顾家的人。爷爷，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们20年的感情还比不过云生回来短短2年。短短2年，你可知我找云生接近20年，我终于找到，我疼他爱他还来不及，难道你就容不下他？云生本来就不应该回来，本来顾家只有我一位千金，名声权势都是我的。可是他一回来就什么都变了，真千金是他，全国状元是他，顾氏继承人是他，本来属于我的一切，现在连我喜欢的人爱的都是他。我只是想追求我自己想要的，我有什么错？真是无药可救。沈正，上次爷爷心软了，所以才有让诗韵再次算计你们的机会。保安，把他拖下去，从此他与顾家没有半点关系。爷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爷爷，爷爷。顾董事啊，这件事啊，我管理不严，对诗韵啊纵容溺爱，我有责任。您严重了，你身体没事吧？多谢董事长关心，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别喊什么董事长，我听得怪生疏的。你和生生再酒，就俺生生的喊啥？爷爷。你小子口改的挺快的啊！2年前的宴会上就喜欢上我家生生了吧？那么早吗？霸总还真是闷骚，2年都憋着不说。我也难得来一次北城，有机会啊，陪我这老头子吃个饭，喝杯酒。好。我爷爷酒量很好的。没事，我酒品好。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睡觉。怪不得睡就挺好的，原来喝醉了这么听话。别说，还挺可爱。这个时候，穆时旭大概也就18、19岁的样子。醒了，洗漱用品给你放在洗手间了，洗漱完就可以过来吃饭了。哎，时旭，楚锦回国了，你知道吗？楚锦还不知道你跟顾家那位小姑娘在一起了吧？哎，以她的性格，即便知道了你有喜欢的人，也不会轻易放弃。哎，你和楚锦当初，你家小姑娘在？那我就不再找当年的炮了，下次正式场合我们再互相认识一下。楚锦，他和穆时旭什么关系？怎么了？刚刚你跟那个人说话，我都听到了。你一直不说话，我还以为你对这事儿毫不在意呢。原来你一直都知道，那你不早点说，害我纠结犹豫这么久。这不第一次看你吃醋吗？我和楚锦、傅月从小一起长大，情谊比普通朋友更深一点。我对楚锦从始至终都是朋友情谊。快吃吧，尝尝。是她，照片上的那个女生，穆时旭的青梅竹马楚锦。你就是时旭的那个小女朋友？楚锦，看来你也知道我，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是楚锦，穆时旭的青梅竹马。你好，云生。看来我们的眼光还挺相似的，不仅挑衣服一样，连看男人的眼光也一样。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件衣服是无主的，但是穆时旭是我的。小妹妹，你很自信啊！我和时旭认识10多年，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赢过我？我为什么要赢过你？现在我才是穆时旭的女朋友。说实话，我还挺欣赏你的。如果不是因为时旭的话，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件衣服送你了，就当是我给你的纪念礼。不必了，这个商场是我顾家旗下的产业，你要看中了什么，随便你挑。你就是顾家诱使走失的那位千金？楚小姐，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这位楚小姐的东西记在我的账上。是，大小姐。小姑娘还挺有个性，怪不得时旭会喜欢呢。时旭，好久不见哟，好久不见，欢迎回来。要真希望我回来的话，当初就应该留下我。我可说过，只要你开口，我就留下来。谁知道某个没良心的就给我发了句一路顺风啊！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如果我说是追你呢？你知道的，我有女朋友了。是顾家那位小姑娘吗？其实我今天已经见过她了。你们见过？商场偶然碰见的。只是穆时旭，为什么是她呀？明明是我更早认识你，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你才和她认识多久啊？楚姐，你知道的，这种事儿没有先来后到之说。谢谢你的喜欢。我要去接生生下班，后边你若是想通了，我再正式介绍你们认识。云生啊，
你可真是让人嫉妒。狗屁追人轿车，还花我1800，以后再也不做了，狗都不吃。哎，这个丢掉多可惜，狗不吃，我吃。你有病吧？我都丢垃圾桶了。富家现在已经这么穷了，富家大少饿到从垃圾桶里翻吃的。你不是说狗不吃，你吃吗？我吃，我吃。好吃吗？好吃，真不错。你先自己问我，我去上厕所啊。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傻。楚锦做饭太可怕了，估计狗都不吃。以后坚决让它远离厨房。听说给穆总下药，投怀送抱，人家都没睡呢呀。你真是狗，鼻子还真灵。少来烦我！你以为你还是顾家二小姐呢？找死！别撑了，难道你愿意余生骑在你头上拉屎啊？哼，你呀，还是拧着点。说下去。楚锦回来了，你知不知道？楚小姐，有件事情想跟你谈谈，关于穆总和云生，不知道楚小姐是否感兴趣？说吧，什么事儿？楚小姐和穆少青梅竹马，喜欢了他这么多年，如今却被云生截胡，想必楚小姐也心有不甘吧？那又如何？我可以帮你。你一个被顾家赶出去的养女，你要怎么帮我？但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们合作毁了云生，顾家归我，穆少归你，岂不是双赢？听起来不错。你想怎么毁了云生啊？聚众淫乱，想必到时候顾家和穆少都会厌弃了他。这个比你那个香薰小10斤。你将这个药找机会让云生喝下，然后将他带到会所，剩下的我自然会安排好，保管我那个姐姐度过永生难忘的一夜。谢谢。上次见你，感觉和你一见如故，就冒昧将你约出来，不会太打扰你吧？你接下来怎么做？冷男马上就到，到时候就不信云生还能逃过。你确定万无一失吗？如果云生醒了发现怎么办？放心，我做足了准备。到时候拿云生的视频威胁他，看他还敢不敢说出去。那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好好准备享受你自己准备的盛宴吧。你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让你自己挖坑埋自己。云生，你没晕？不是晕。你觉得我会这么毫无防备的喝下别人准备的东西吗？顾世运想毁了你，他找上我合作，让我下药迷晕你，然后他找几个男人你懂吧？你为什么要帮我？虽然我也喜欢石旭，但感情的事情也不能勉强。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只会脏了我的手。
本小姐又不是嫁不出去，非要逮着穆世虚这一棵树吊死。而且我还挺喜欢你的。谢谢你。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顾世运自食其果，但是需要你帮我演一场戏。巧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怎么样，我演的还不错吧？不错。所以你们是在演戏给我看？那在咖啡厅你往银生的咖啡杯里放的是什么？那个呀，不过是一颗糖豆而已，真正的药在你刚喝的酒里呢。楚锦，只要毁了云生，就没有人和你争抢穆世旭，你为什么要帮他？顾世运，我想要的爱情，即便是争，也是堂堂正正。你这种手段，我根本看不上。好了好了，差不多得了，带他去洗胃吧。好吧，那我联系我朋友的医院，毕竟这事儿，你在这儿老实待着，我去找饮用水。夫人，你打电话叫救护车。还有，这件事情先不要说出去。先生，以后这种事情不论你俩一定要提前跟我说，不然我会担心。吓死我了，楚姐！我还以为你真是丧心之狂到那种程度了。你再说一个字试试，信不信我用这种手段对付你啊？好啊，北城首富顾家的千金，我还干你一顿，不对不起你这个身份。余生，楚锦，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这怎么回事啊？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解释，我只想要云生和楚锦的命。我要他俩的命！云生可是北城首富顾家千金，绑了他，到时候别说500万，就算是1000万也不在话下。好。云生，我要将你们一口一口，全部咬死！你们干什么？顾时运，你想怎样？云生，没想到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一天吧？你想干什么？云生，你毁了我所拥有的一切，让我从高高在上大小姐沦为如今丧家之犬的模样。让你生不如死，才能解我心头之恨。顾时运，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不，云生，都是你，你不该回来的。如果不是你回来，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云生，你知不知道我看着你这张脸有多烦？本来顾家只有我一位千金，爷爷的宠爱和顾家的一切都会是我的。可你一出现，就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就连我引以为傲的成绩都在宴会上被你狠狠地踩在脚底。你让我怎么不恨你？你闹够了没有？你到底能容得下谁？还是你只能接受把别人踩在脚下？在你看来，我流落在外这么多年，就应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吗？就应该在你的衬托之下一无是处，
好来维持你的骄傲又可笑的自尊和骨子里的自卑。闭嘴！给我闭嘴！云生，你不过是仗着一个好的厨师，如果不是顾家，你什么都不是。云生，你都已经走丢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不彻底消失？云生，只要你消失了，这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我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顾大小姐。云生，杀了你！顾时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我看你的心快要被腐蚀透了。切！你把他弄死，我怎么拿钱啊？高阳，你疯了！竟然敢踢我！顾时雨，别说踢你，我就打你能怎么样啊？忘了告诉你，会所里那几个猛男都是我找的。怎么样，舒服？说明你舒服。只要是我没拿到钱之前，你要是对他做的事，我先弄死你！高玉，原来是你。我的大小姐，不知道穆世有没有找到我留下的手链？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上。生生从来不会不接电话。陆泽，你去查一下生生的下落，一定要尽快找到生生。这是生生的手链。陆泽，你马上去查一下监控，下令封锁全城，一定要尽快找到生生的下落。是。喂，石轩，楚锦不见了。什么？他也不见了？我今天约好了中午楚锦一起吃饭，他一向准时，可是我等他2个小时他都没有来，打电话也无人接通。你刚才说也什么意思啊？还有谁也不见了？生生也不见了。我在马路上捡到了他锻炼的手链，应该是被人强行带走的。生生和楚锦能和他们俩同时有恩怨的，应该就只有一个人。顾时运。马上去调查一下顾时运的下落，看他最后出现在哪里。楚锦，楚锦，楚锦，你醒醒！雨生，你怎么？小点声，别被他们听见了。这是哪儿啊？还有你怎么在这儿？究竟是谁保护姑奶奶我？不要命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看起来是一个很偏僻的工厂。绑架我们的人估计是顾时运和之前公司被开除的一个经理。顾时运估计是上次你帮我一事怀恨在心，是我连累你了。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现在我们是难兄难弟，希望他们尽快找到我们吧。你做什么？我研究一下他们是怎么跑的，看看能不能帮你简单一点。我感觉好像松了点。来，快说，让你爷爷准备赎金，否则的话，我杀了你！别，高英，你说的条件我都答应你，我马上让人给你组织现金，你千万别伤害他。爷爷，对不起，让你担心了。生生啊，别害怕，你放心，爷爷一定会救你出来的，别害怕啊！快，按照高英说的去做，让人去准备500万的现金。我的生生啊，千万可不能有事儿。是，去。师兄，生生被绑架了，高英啊，让我1日之内把赎金送过去，我把地址发给你。
这小娘们儿滋味还不错。看着乖巧的模样，没想到骨子里这么放浪，连同事吃我们哥俩都愿意啊！你们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我再给你们100万，给我把里面那2个女人带出来，交给我。你们跟着高印干，他可给不了你们这个数。这自然，我这就把他们交给你。这滋味可真难受。门被锁住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爬出去！余生，快跳下来！哎，楚锦，你快走，快叫护士去来救我！余生，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不只有一个人，另一个跳窗户跑掉了。现在逃了，带他过去一样。你们干什么？要是我有半点损伤，你们从我这儿拿不到1分钱。我们现在也没想从你爷那里拿钱。这是为什么？是顾时运，顾时运对不对？是他让你们来把我带走。姐姐真是聪明，猜对了呢。余生，你果然有能耐，只是你就不怕楚锦不来救你？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吗？还挺有骨气，只是不知道你还能硬气到几时。楚锦跑了也没关系，反正我最想要的还是你的命。带走！放开我！放开我！俺俩一块儿被带走了，肯定是。陆总有线索了，带走云生小姐的车，最后出现地点是城西。城西区域那么大，线索就不能再详细点吗？对方早有准备，计划周全，想要更多的线索还需要时间。先去城西。石旭，你慢点开，别人没找着，我们先出了车祸呀。前面好像有个人，是楚锦，是他。楚锦，你有没有见到生生？快去救云生，他在城西的那个废弃的冶炼工厂。夫人，你送楚锦回去，我跟陆泽去找生生。好，走，快。云生，现在你的命可是落在我手里，你说我是一刀割破你的喉咙，还是把你从这里推下去好了？推下去的话，这么高，估计要成一滩肉泥了吧？顾旭，你放开生生！你别过来，走，我杀了他！顾旭，别冲动，有事好商量。可以啊，那你跪下来求我。医生，你猜穆时旭对你的感情有没有这么……顾时运，我求你，你放手。你对云生这个贱人还真是情深意切，凭什么云生什么都有，穆书记却一无所有？云生，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能拉上你当垫背，不亏。生生，你没事吧？我没事，幸亏你来得及时。我杀了你们！生生，生生，放开我！生生，你没事吧？医生，医生马上就来。如果我有什么事的话，替我照顾我的爷爷。生生，你不会有事了，你一定不会有事了。我没有跟你说过。生生。
生生，你已经睡了好久了。顾爷爷他很想你，你出事这么久，他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每次来看你都会沉默很久。生生，我也很想你。虽然每天都来看你，但还是很想你。我想跟你说说话。生生，不要再睡了，好不好？生生，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生生有反应了，他有反应了。他的手指刚刚动了一下，你快看看他是不是要醒了。暂时没有变化，不过生生对外界有反应，没准给他一些刺激，能让他醒过来。听说了吗？慕氏集团和楚氏集团要联姻了，据说婚礼今天就举行。听说了，听说了，这么大阵势，世纪婚礼，真羡慕那位楚小姐。可我怎么听说那位穆总和这位顾小姐才是一对儿啊？以前是，现在顾小姐成了植物人，谁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况且穆总是个正常男人，总不能等他一辈子。顾小姐，你醒了。他们的婚礼在什么地方举行？云上酒店。顾小姐，你要去干嘛？抢婚。哎，给穆总打电话，那位顾小姐醒了，而且要去抢婚。哦，刺激！所以穆时旭真的要娶楚锦吗？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娘走向我们的新郎。等一下，不好意思，我要抢婚，新郎是我的。生生，抢错人了。我要嫁的可不是穆时旭，我要嫁的是傅月。至于穆时旭嘛，要嫁你自己嫁。我的新娘，我等你很久了。